今天大家看到這一堂課的標題，有可能會心裡揪一下，或者倒吸一口氣。去你的內在小孩！過度療癒創傷，是你給小我買的最貴的延壽藥。我知道這句話一出來，可能得罪了市面上90%的身心靈導師或者心理諮商師。沒辦法，還是要講。很多同學現在心裡的小我可能已經在拉警報了，你們的防衛機制全開。墨子，你今天是要吃炸藥嗎？怎麼可以這麼冷血？我童年真的受過很嚴重的傷啊，我被父母家暴啊，我被同學霸凌，我現在的金錢卡點，感情不順，都是因為我有一個受傷的內在小孩。你怎麼可以叫我不去療癒它？我們來看看現在的社會，不管是心理學還是身心靈圈，正在流行一種什麼樣的集體催眠？我們每一個人都瘋狂的去找病生。你覺得你不快樂，你去上課，你看書，然後你得到了一個名詞，叫做什麼？原生家庭創傷。你覺得你談戀愛一直失敗，你又去上課，你得到了一個標籤，叫做焦慮型依戀，內在小孩受傷。然後呢，你就開始了漫長、昂貴且無止境的療癒之旅。你花了好幾萬、幾十萬、幾百萬去上各種工作坊，你在冥想裡面痛哭流涕，你抱着枕頭大喊：爸爸對不起，媽媽不原諒你。你閉上眼睛去擁抱你那個5歲的內在小孩，你覺得哇好感動哦，你釋放了。結果過了1個月，回到現實生活，老闆罵你一句，或者你的伴侶已讀不回，你那個巨大的匱乏感，那種被遺棄的恐懼，是不是又原封不動的壓起來了？然後你心裡怎麼想？你告訴自己，哎呀，看來我的創傷太深了，我上次療癒的還不夠，我再去報名更高階的課程，去挖更深的地雷。各位，你們有沒有發現，這是一個永遠沒有盡頭的倉鼠迴圈？你以為你在解決問題，其實你在合法的成癮。你對什麼成癮？你在對你的受害者故事成癮。今天這堂課，我要帶大家直接從這個幻象裡面登出。我要告訴你，為什麼你越用力療癒，你反而離真正的自由越遠。我們在講登出開悟，在講流動態，最核心的一個教導就是區分現象與解釋，以及你要看透這個宇宙只有一個時間，叫做當下。現在我們用這把名為覺察的手術刀來解剖一下你們所謂的創傷。你說你5歲的時候不小心打破了碗，你爸爸狠狠地打了你一巴掌，罵你是個廢物，這給你留下了一輩子的陰影。來，我們回到那個被打的瞬間，在那個當下發生什麼事？高分貝的聲音傳進耳朵，臉頰的微血管破裂的感覺到痛，心跳加速，眼淚流下來。這些叫做什麼？這些叫做純粹的現象。現象就是宇宙這塊 3D 全息投影熒幕上閃過的一段光影，它發生了，然後在100萬分之1秒後，它就滅了。以物理學的角度來說，那個20年前的事件早就已經在宇宙中煙消雲散了，它連一粒灰塵都沒留下來。那麼既然現象已經滅了，為什麼今年你30歲，坐在安全的冷氣房裡，只要主管眉頭一皺，你的胃還是會糾結，
你還是會覺得自己像個無助的5歲小孩，因為你的大腦把那段已經消失的光影錄製成一段報錯代碼，然後在你的腦袋裡面按下了無限循環的播放鍵，接着大腦給這段代碼加上了長長的解釋。因為我那時候被打，代表不夠好，代表我不被愛，所以現在主管眉頭皺，他一定覺得我是個廢物，我完蛋了。各位，請你們去仔細體會這件事。現在的痛苦根本不是當年那個人正在傷害你，你現在的痛苦是你此時此刻大腦調出了一段舊的記憶檔案再重播，加上你此時此刻給予的解釋所引發的生理反應，這長長一大串全部都是幻覺，是你自己編出來的故事，根本沒有一個躲在過去受傷的小孩，沒有人在過去受傷，你不是被過去困住，你是被你現在正在播的這個電影給嚇死了。這時候最燒腦、最關鍵的問題來了。既然過去不存在，既然創傷只是一段當下播放的代碼，為什麼我們的大腦、我們的小我這麼喜歡去挖創傷，這麼熱衷於療癒這件事呢？請大家心裡輕輕地問自己一句話：到底是誰在這個故事裡面受傷？那個一直在喊痛、一直在哭泣、一直需要被療癒的內在小孩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我告訴你，那個東西就是你的小我。小我最大的恐懼是什麼？小我怕消失，小我怕被你發現，它根本不存在。所以小我必須透過不斷抓住一個身份認同，來證明自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，而一個帶着童年創傷的受害者，這是小我最喜歡、最緊抓不放的一個終極身份。為什麼？因為只要有創傷在，小我就有事做；只要有創傷在，小我就可以合理化自己現在所有的匱乏、所有的恐懼、所有不敢跨出去的舒適圈。我今天會搞砸這段關係是因為我的原生家庭有毒，不能怪我。你看這個身份認同給了小我多大的安全感。所以當你跑去療癒課、去冥想、去擁抱那個內在小孩的時候，你去對空椅子大罵，你去原諒，你去和解，你以為你在做一件很神聖、很靈性的事情，但是從比較高維的角度來看，你知道你這個在做什麼嗎？你這是在給你的小我買最貴的延壽藥。每一次你去療癒，你就用你寶貴的覺察能量向宇宙宣告：對，這個創傷是真的，這個破破爛爛的我是真實存在的。我身上有一個實體叫做創傷，我必須修補它。你越是用力去修補它，你就是在給這個幻象重新上色，重新加固。你在幫你的小我蓋一座堅不可摧的受害者堡壘。這就是為什麼你療癒了10年，你還是那個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人。因為你的小我根本不想被治好，治好了他就沒戲唱了，他就得死啊！只要你還忙着修復自己，你就永遠活在我不完整的恐懼裡。你以為你在解決問題，其實你就是在維持這個問題的存在。講到這裡，一定會有同學問：墨子，照你這麼說，難道當我感覺到恐懼、感覺到被拋棄的時候，我就硬生生的壓抑它，假裝沒事嗎？當然不是，壓抑依然是小我的控制手段。你壓抑它，也是去承認一個實體，
真正的流動態，真正的解脫，不是去療癒創傷，而是去看穿它。我們回到我們最核心的一個視角，你是熒幕，不是光影。電影院的熒幕上，如果演的是一場大火，熒幕不會燒出一個洞；如果演的是小孩在雨中被拋棄大哭的畫面，熒幕也不會變得殘缺，不會悲傷。熒幕永遠是清淨無缺，如如不動的。各位，你真正的本質就是那一塊空空蕩蕩的覺察熒幕，而你所謂的創傷、內在小孩，就只是熒幕上閃過的光影。你現在去那個空空蕩蕩的覺察裡面找一找，那個正在看着這一切的那個覺察，他有童年陰影嗎？沒有。他覺得自己不夠好嗎？沒有。真正的你從來都沒受過傷，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傷到過。所以下次那一股熟悉的恐懼感，或者覺得自己很可憐的情緒又湧上來的時候，你要怎麼做？非常粗暴也非常簡單，我教大家4個字，一樣的，叫做丟掉遙感。第一步，停下來，不要掉進故事裡，不要跟着大腦去想他為什麼這樣對我，這跟我小時候我爸對我是一樣的。你一解釋，你又開始掏錢給小我買延壽藥了。第二步，把解釋拿掉，只看現象，把注意力從那個故事拉回到你現在的身上。我現在胸口有一股緊繃的能量，胃有點抽筋，呼吸變淺了，就只是這樣，這只是純粹的物理現象，不要叫它什麼內在小孩，它就是一團能量。第三步，退回觀眾席，你不需要去擁抱這團能量，你不需要去跟他說對不起，你不需要去療癒他，你就是用那個空空蕩蕩的覺察，靜靜的毫無批判的看着他，你就像是一片無限廣闊的天空，看着一朵烏雲飄過來。天空會去療癒烏雲嗎？不會，天空只是允許烏雲在那裡。當你不再給這團能量添加任何的故事柴火，當你不試圖去解決它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一個奇蹟，這團曾經困擾你幾十年的能量會因為失去你的認同作為燃料，它就像一個在地上打滾哭鬧討糖的小孩，發現根本沒人理他，幾分鐘之後他轉了幾圈，自己就消散了。這個叫自生自滅。你沒有去療癒任何東西，你只是發現那個需要被療癒的我根本未曾存在過。這個就是瞬間的登出，這才是最究竟的釋放。各位，我們來地球玩這場 3D 遊戲，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搞得這麼沉重。只要你停止餵食，小我的故事會自然餓死。你不需要去修復自己，因為你從未破碎過。好，剩下幾分鐘，我們一樣不用思考了，我們來體驗一下這個沒有創傷、沒有過去的當下。不管你現在在哪裡，請大家輕輕的、慢慢的閉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感受空氣進出你的身體，感受你現在坐在這裡的重量。現在在心裡，把你過去這幾十年來所有你覺得受到的委屈的、受傷的，那些你背在身上的內在小孩故事包袱，想象它們是一堆厚重的、過期的舊報紙，
把它們全部丟到地上，哪怕只有這短短的1分鐘，請你允許自己做一個沒有過去的人。不要去翻閱它們了，那都是早就下檔的爛片。現在把注意力拉回來，去體會那個正在聽聲音、正在感覺呼吸的那個覺察。去看看它，這個覺察有童年陰影嗎？這個覺察有被父母拋棄過嗎？這個覺察有覺得自己不夠好嗎？沒有，它乾乾淨淨，空空蕩蕩。不管你這具肉體經歷了多少滄桑，這個覺知永遠像出生嬰兒一樣的純淨。它從來沒有離開過你，它也從來沒有受過一絲一毫的污染。它就在這裡，你就在這裡。你是完全圓滿的，從一開始就是。好，請大家輕輕地睜開眼睛。以後，如果大腦又想拉着你回去演那個受害者爛片的時候，如果小我又吵着要去給你買延壽藥的時候，請你毫不留情地對他笑一笑，在心裡說一句：去你的內在小孩，老子是一面完美的熒幕，我不演了。把解釋拿掉，把劇本撕了。在這場名為地球的遊戲裡，輕裝上陣，開啟你的自動導航，玩得盡興吧。祝各位在空空蕩蕩的覺察裡，體驗絕對的自由。再見。